近日，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。杭州市一名50多岁的外卖单王在送单途中猝死街头，震惊了无数网民。这位中年外卖员每天工作长达16至18小时，只睡3至4个小时，一天送单近100单，堪称当地单王。然而，如此拼命工作换来的却是生命的戛然而止。这则新闻犹如一面镜子，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正在上演的一出现代版吃人悲剧。在这个巨大的吃人机器中，底层劳动者如同一块块鲜美的人肉，被资本、制度和算法无情地吞噬着。类似悲剧在中国各地频频上演。上海一名26岁的快递员因连续加班40天后猝死。广州一位美团外卖员在送单途中遭遇车祸身亡，留下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。北京一名滴滴司机连续工作19小时后，因过度疲劳发生车祸，这些鲜活的生命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被碾碎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这些悲剧背后往往是冷漠的平台算法和无情的资本逐利。某外卖平台的一位匿名员工透露，系统会不断压缩送单时间，超时就扣钱。骑手们为了多赚点，只能拼命跑单，根本顾不上安全。他们就像待宰的羔羊，随时可能倒在送餐的路上。这种疯狂的内卷正在吞噬着底层劳动者的尊严与希望。一位美团骑手表示，我们就像平台养的奴隶，一天到晚被算法指挥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赚的钱刚够养家，根本存不下来。我们的血肉正在喂养这个冷酷的系统。悲惨的不仅是外卖员，在中国的工厂、建筑工地、矿山等地，无数农民工正在忍受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低廉的薪资。据非官方统计，每年因工伤死亡的工人超过10万人，大部分得不到应有的赔偿。他们的生命仿佛成了推动 GDP 增长的祭品。一位来自河南的建筑工人老张哭诉，我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，却拿着最低的工资。老板动不动就克扣工资，我们都敢怒不敢言。受伤了都不敢去医院，怕被辞退。我们就像一块块砖，随时可能被丢弃。我们的血汗正在浇灌这座高楼，但我们却无家可归。更可悲的是，这个吃人的社会正在吞噬下一代的未来。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，让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大城市天价学区房的乱象，更是将教育公平推向了悬崖。一位来自贵州山区的留守儿童小明说，我很想像城里孩子一样上好学校，但是我们这里连像样的教室都没有。爸妈常年在外打工，我都快忘了他们的样子了。这个梦想比登天还难。当代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正在急剧扩大，俨然一幅人吃人的惊悚画面。据国际权威机构测算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突破 0.6， 远超 0.4 的警戒线。最富有的1%人口占有全国近 40% 的财富，而底层 50% 的人口仅占有不到 2% 的财富。这种两极分化正在将社会撕裂成食人者与被食者2个阶层，酝酿着巨大的社会风险。一位社会学者指出，现在的中国社会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金字塔，塔尖的人正在享受盛宴，而底层的人却在被当作盘中餐。这种结构非常不稳定，极易引发社会动荡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在加速关闭。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门槛不断抬高，让许多普通家庭望而却步。一位北京的打工者小李无奈地说，我们这种人生病都不敢去大医院，看病就是在拿命换钱。与此同时，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的现象愈演愈烈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某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沆瀣一气，大肆圈占土地，强拆民房，导致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。一位被强拆的农民老王悲愤地说，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说没就没了。打官司
有钱有权的人哪是我们能惹得起的？更令人寒心的是，面对民众的苦难，官方往往选择掩耳盗铃，粉饰太平。某省一位基层干部透露，上面要求我们不准报送负面消息，遇到群体性事件就压制。水桶出维稳问题，乌纱帽就保不住。这种刻意忽视民生疾苦的做法，正在积累巨大的社会风险。一位资深政治观察家指出，现在的维稳手段治标不治本，就像把整个社会关在高压锅里，一旦压力无法控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令人忧虑的是，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，许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正在扭曲崩塌，虚无主义、犬儒主义大行其道，传统价值观念土崩瓦解。一位社会心理学专家分析，当一个社会的底层看不到希望，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动摇。这比经济衰退更可怕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社会压力正在摧毁着无数家庭。据民政部门不完全统计，中国的离婚率连续多年攀升，多个省份的离婚率已超过 50%。一位婚姻咨询师感叹，很多夫妻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根本没有经营感情的余力。在这种社会氛围下，许多年轻人选择躺平、佛系，不结婚、不生育。中国的生育率已跌至 1.3 左右的超低水平，人口危机迫在眉睫。一位人口学专家警告，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，中国很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，陷入人口盖茨比的困境。面对这种社会乱象，中国的未来令人忧心忡忡。一位资深媒体人感慨，现在的中国社会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，但方向盘已经失灵。如果不及时刹车调整，迟早会出大问题。然而，在强大的舆论管控下，这些社会痼疾往往被掩盖、被美化。官方媒体充斥着歌功颂德的正能量，真实的民生疾苦却被边缘化、污名化。一位自媒体人无奈地说，但凡说几句大实话，账号就会被封。我们活在一个不能说真话的时代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面对种种不公，普通民众往往投诉无门，维权无望。信访、上访的渠道形同虚设，大量的民生诉求被压在系统内部。一位基层信访干部透露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没几个，大部分都是以稳定压倒一切。我们就像在吃下民众的诉求。在这种社会氛围下，许多人选择麻木、妥协，或者通过酗酒、赌博等方式麻痹自己。各种社会病理现象层出不穷，暴力犯罪、诈骗案件频发。一位犯罪学专家指出，这是整个社会道德滑坡的结果，也是贫富悬殊加剧的必然产物。这仿佛是一场场人吃人的狂欢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。一位经济学家指出，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矛盾，现在这些矛盾集中爆发，才显露出制度设计的种种缺陷。其实，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底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。现在，这个吃人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。然而，真正的改革却举步维艰。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、官僚体系的惰性，都成为改革的绊脚石。一位政策研究专家无奈地说，现在的很多改革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根本不触及深层次利益。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如同食人魔，正在竭力维护这个吃人的体制。在这种困境下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令人忧虑。底层民众的怨气积聚，中产阶级快速溃败，社会流动性丧失，都在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。一位社会学家警告，如果不能及时化解这些矛盾，中国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甚至拉美化。一场更大规模的吃人悲剧似乎正在酝酿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深思，我们还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？如何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重复我们的悲剧，不再成为盘中餐？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。唯有正视问题，直面挑战，彻底改变这个吃人的体制，中国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。
需要政府顺应民意，深化改革，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民众。同时，每个公民也应该勇于发声，积极参与，共同推动社会进步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重建一个不再吃人的公平、正义、充满希望的中国。否则，这个吃人的社会终将走向自我毁灭。正如鲁迅先生在《狂人日记》中所警告的那样，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，因为沉默只会让我们成为下一个盘中餐。